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在整容界，如果存在一个标杆， Angelababy 无疑是许多人追求的极致。尽管有人戏称她为换头宝贝，但在整容盛行的今天，人们对她的模仿与追求从未停歇。在众多追求者中，有一位韩国初代网红潘南奎，他不仅模仿了 Angelababy 的外貌，更不惜斥资10亿韩元进行整容。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。潘南奎这位曾经风靡中韩两国的网红，是如何从拥有800万粉丝的顶流名媛，沦落为备受争议的夜场假唱网红的呢？让我们揭开这位塑料美女的背后故事。现年34岁的潘南奎，1989年出生于韩国一个普通家庭，与他后来塑造的名媛形象大相径庭。或许是对金钱和地位的渴望，成年之后的潘南奎立志要跻身上流社会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在韩国，娱乐圈无疑是一条快速致富的途径。潘南奎凭借出色的身材条件，很快在模特界崭露头角。但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2009年，韩国综艺节目《脸赞时代》开播，专门搜罗颜值高的网红模特和娱乐圈新星。2010年，潘南奎参加了这个节目，他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转变。在节目当中，潘南奎与金敏俊这对搭档的甜蜜互动，让观众们大呼过瘾。他们的人气随着节目的热播一路飙升。节目之外，他们甚至将情侣关系延续了一段时间，吸引了大量关注，可谓是韩国初代网红的代表。借着这一股热潮，潘南奎在节目结束之后迅速开设了自己的网店，同時在网络上精心打造自己的名媛形象。你好，我是潘南奎。안녕하세요，반갑습니다。无论是在 Instagram 上分享的照片，还是发布的视频，无论是记录日常生活，还是旅行中的街拍，潘南奎都力求展现出一种精致而高级的生活态度，完美迎合了大众对于豪门名媛的幻想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他的网店不久便宣告关闭。不过这对他来说似乎并不是问题，因为此时他已经找到了新的依靠。李熙珍，一个典型的富二代，年轻时便坐拥超过10亿的身价，在证券界赫赫有名，被誉为清潭洞的股票大亨。和许多富家子弟一样，他对美人毫无抵抗力。潘南奎很快就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两人迅速陷入爱河，恋情发展的如同童话般美好，甚至一度走到了婚姻的殿堂门前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奢华的享受，他们环游世界，将恩爱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，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甜蜜的爱情。对于潘南奎来说，按照他原本的人生规划，嫁给李熙珍成为豪门的一员，似乎是他人生一个完美的转折点。虽然这样的成功路径颇具争议，但他却是一夜之间从平民女孩变成了享受荣华富贵的少奶奶。这样的人生转变，其戏剧性堪比电视剧中的甄嬛回宫，仿佛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完美结局。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可预测的转折。潘南奎刚踏入豪门，还没来得及适应豪门太太的生活，李熙珍就因涉嫌诈骗被捕入狱。面对这样的变故，野心勃勃的潘南奎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后半生被一个入狱的丈夫拖累。他迅速做出了决定，向李熙珍提出离婚，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。更有传言称，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，潘南奎甚至转移了李熙珍高达10亿韩元的财产，这让李熙珍愤怒至极。即使身在狱中，他也通过家人将潘南奎告上了法庭。面对前夫的指控，潘南奎坚决否认，并反指对方因长期监禁导致精神异常。尽管如此，他对账户上不明来源的巨额资金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最终由于证据不足，潘南奎被判无罪释放，而那笔巨额财产也随之被他带走。此后潘南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许多人认为他整容的费用正是来源于这笔钱，因此给他起了潘10亿的绰号。对，所以都说没有事情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不能理解。尽管潘南奎否认了所有指控，但他在韩国的名声已经一落千丈，甚至被冠上了花蛇的称号，仿佛他的丑恶嘴脸已经人尽皆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潘南奎在韩国的事业显然无法继续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潘南奎最终选择来到中国发展。他大约在2018年前后抵达中国，那时的网络速度已经与今天相差无几，他的潘10亿的称号也在中国网络上流传开来。尽管初来乍到，潘南奎还是凭借着过去的人脉找到了新的机会。
在中国，她得到了闺蜜 Mandy 的帮助，不仅提供了住所，还为她介绍了健身馆兼职教练的工作。潘南奎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，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系列看似搞怪，实则秀脸、秀腿、秀身材的短视频。一生都令我苦恨别梦久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粉丝。2018年正值短视频行业的兴起，潘南奎凭借着这波流量红利，迅速积累了100万粉丝，并成功签约了 MCN 机构。在他风靡国内短视频市场的那些年，粉丝量一度高达800万。即使在今天，他的街拍视频依然随处可见，可见他当时的影响力之大。中国网红赚钱简直不要太容易。潘南奎这个名字曾经代表着韩国名媛的形象，他凭借着艺人在社交媒体上疯狂吸金，似乎乐不思寒。然而，一张朋友圈截图的曝光，再次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2018年的3月，潘南奎的闺蜜 Mandy 在朋友圈发文，指责潘南奎插足自己的婚姻。在 Mandy 发布的聊天截图当中，潘南奎不仅承认与 Mandy 的丈夫有染，还声称在所有的男友当中，只有 Mandy 的丈夫是真爱。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在于 Mandy 和她的丈夫已经有了孩子，而闺蜜的丈夫竟然也站出来公开为潘南奎辩护，甚至发表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，包括和 Mandy 交往没多久， Mandy 只是想靠孩子上位等逆天发言，真是连路过的蚂蚁见了都要骂一句离谱的程度。不过流量时代，黑红也是红，大家也秉承着看热闹的想法，关注着这位美女。因此，经过这次的小三风波之后，潘南奎的流量和热度反而更高，出席了不少活动和邀约，他继续出席各种活动，将捞金进行到底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本土的网红也在不断崛起，竞争日益激烈。在后浪的推动之下，潘南奎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事实呢，并非如此。2020年的春天，潘南奎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场风波。他在微博上爆料称，自己遭到了签约经纪公司老板的殴打，以至于无法继续工作，并且附上了现场照片和公司的详细信息。然而这条微博很快被删除。潘南奎随后在朋友圈宣称自己被老板控制了所有账号，微博的删除也是在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。消息一出，他的粉丝群情激愤，纷纷向公司发起了声讨。面对舆论的汹涌，公司也不甘示弱，发表声明回击，指出潘南奎存在恶意炒作和抹黑公司的行为。声明中提到，自从2019年潘南奎合作以来，公司发现他在韩国时期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，虽无法完全证实，但为了稳妥起见，决定暂停他的活动。同时，公司也指出潘南奎情绪不稳定，多次在公司中制造麻烦，对团队成员更是挑剔苛刻，导致团队成员更换频繁。这一声明的发布虽然引发了不同的声音，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潘南奎在这场纠纷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从潘南奎的过往行为来看，他与公司的矛盾似乎是一场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。这场公开的争执使得潘南奎的网红生涯遭受到了重大打击，他从一个备受瞩目的韩国初代网红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公众人物。尽管面临种种困境，潘南奎并未放弃重获流量的努力。2021年情人节，他高调公开了自己的新恋情，与新男友手牵手出现在官宣视频当中，画面温馨甜蜜。新男友的外貌酷似多位明星，尤其是侧脸与韩庚有着惊人的相似度。然而，互联网的记忆是长久的，许多网友对他的这段恋情并不买账，甚至在评论中讽刺地提到，不知道男方有没有实意。时至今日，潘南奎在社交网络上的活跃度依旧，但他的流量和热度已不复当年。近年来，有网友在北京、太原、山东等地的夜场看到他驻唱的身影，但多数时候都是以假唱的形式出现。从韩国的名媛到夜场的歌手，潘南奎的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起伏，充满了戏剧性。如今34岁的他，在流量逐渐褪去之后，或许很难再掀起很大的波澜。初代流量的传奇可能就此画上句点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彻底退出网红圈，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旅程。希望你能够喜欢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记点赞和支持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。如果你愿意，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，再见。